33岁以上的女人是真的不能娶吗？最近呢，有一个88年的男士啊，他跟我吐槽嘛，他说呢，这几年啊，他是迫于家里的压力啊，出来相亲的，他相了都不下几十个了，因为是急于结婚，所以呢，他没少跟大龄女生接触。可是他接触下来发现啊，真的是啊，怕了，坚决不找33岁以上的。他说不想因为急于结婚呢，就找个大龄剩女啊来折磨自己。他说可以接受学历差一点的，长相不够漂亮的，家境一般的都行，就是这个年龄啊，绝对不能超过33，其他的都好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他在接触这些大龄剩女的时候啊，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啊，真的也挺毁三观的。他说首先大龄剩女啊，大部分都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他自己都生到这个岁数了啊，还说哎呦，我都坚持到这会儿了，我为什么还要将就呢？其实他们想找的男人就跟那些20几岁的姑娘要找的幼稚男人啊是一样的，但是可惜呢，他又没有人家年轻，又没有人家单纯。他遇到过好几个啊，年龄又大，长得又不怎么样的女人，居然还看不起他的条件，嫌他一年挣30万太少了啊，这个收入啊跟年龄是不匹配的。这几个女人呢，相了一大圈啊，没合适的，结果又回来找他聊，他一个啊也不想搭理了。再有就是呢，大龄女生思考问题是比较极端的，比如说有一次啊，有一位女士，她过生日嘛啊，但是这个男生呢跟她刚认识2周的时间，所以呢并没有给女生买生日礼物，只是请她吃了个饭。这位女士啊，接下去就对她很冷淡了啊，并且告诉她说，我不想以后过那种节衣缩食的低质量生活的，我们还是不合适。其实啊，这样的女生真的不少，就凭一件事情啊，就能把一个人彻底的否定掉。还有第3点啊，就要说到大龄女生啊，她们真的是比较贪心的，她们真的是既要又要还要更要，因为她们都这个岁数了嘛，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她们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真的是要求很多的，既要男的有钱啊，又要有能力，又要求对方呢有情商有眼缘，最好还能在花钱方面大大方方的，还得对自己好，会照顾人，还需要对方给自己啊提供情绪价值。他说他遇到过好几位这么挑剔的女生了，不是挑自己长得不够帅，就是挑自己的情商不够高啊，也有说他啊太会过日子了，反正总之人家啊就是不满意。说实话啊，其实男生真的就是想找一个会过日子的女生的，而不是找一个会花钱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什么计划的。这个钱再多也得计划着用，对吧？还有最后一点啊，也就是最讨厌的一点，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会有意无意的说起自己的前任怎么优秀啊，对他怎么好，这个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啊来给你立规矩，好拿捏你。那些恋爱经验比较丰富的大龄剩女啊，经常都会啊拿新人和前任去做比较，他们永远都不会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现在连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生育价值都已经在贬值了啊，他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呢？站在这儿挑三拣四的，反正啊我是不找这样的了啊！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啊，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那些大龄的啊未婚单身男女啊，相互嫌弃的事情真的是不少。最近呢，有一个36岁的女士来找对象啊，1.65米的身高，长相呢中等，北方人，性格还挺开朗的，本科学历，在北京呢一家国企工作啊，一年挣个10几万左右啊，没房没车，经济条件是挺一般的。他说呢，前几年确实也相到过条件比较好的男士，但是呢，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对方是离异的，相处起来是有点怪，所以呢，现在他还是想找个未婚男士。他知道自己的年纪啊是比较大了啊，不太好找啊。他说他的要求呢不算很高啊，就希望找一个北京本地的，在体制内呢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就行。其实按说他这个要求吧啊，说高也不高，说低呢也不低啊。于是我们就给他匹配了5个类似条件的男士啊，最后呢有2位呢是愿意见见他的。可是呢，我们把这2位男士推荐给这位女士的时候呢，她却不太满意。你说一个才40岁就秃顶了，实在是没有眼缘。另外一个呢，42岁的呢，工作生活的地方离她住的地方太远了，虽然都在北京，但是这样的距离跟异地恋差不多。这个时候啊，我真的想说，都这会儿了还挑这挑那的，你自己也要青春没青春，要模样没模样了，你只剩下了年龄和皱纹了，何必在这儿啊为难自己为难我？找个人品好的男的，差不多条件就行了呀啊！要么你就干脆啊坚持不找了。结果这事过去了2天，也不知道啊哪一股风把他给吹醒了啊，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啊，说要不然那2个人都见见吧。于是呢，我就分别安排了他们在一个周末见了面。
结果呢，他见完了2位男士之后说，要不然就都接触看看。可是2位男士啊，这边完全不同意跟他继续接触。那位42岁的说啊，大龄剩女啊，问题就是多。哎，大家出来相个亲啊，就跟审犯人差不多啊，就差没让我出示身份证了，还问我之前的感情经历。他这么大岁数了，难道就没有谈过几个男的吗？啊，他自己也承认了，跟一个男的同居过几年。然后大家第一次见面就交流这个话题，不嫌尴尬吗？啊，就特别没意思啊！我一开始就不太想见这么大岁数的女人，都不想碰碰运气嘛啊，看看人品咋样。还真的是啊，不能找大龄剩女，性格有问题啊，一点都不讨喜。然后这位男士啊还补充了一句啊，我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但是呢，我毕竟在北京还有2套房子呀，价值都几百万，存款也有6位数啊，虽然不多，但是本人生活安稳啊，至少衣食无忧吧。其实啊，我还是想看一看有没有30岁左右的女士呢，我感觉这个年龄跟我比较大。哎，另外的那一位啊，40秃顶的大哥啊，反馈的更有意思，他说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生孩子的问题，另外就是我自己啊长得就不咋地啊，还是想找一个好看点的，改变一下我们家的基因嘛。我听完了他们的反馈啊，真的是哭笑不得啊。说实话啊，其实啊，大龄的男女啊，他们就是这么相互嫌弃的，最后呢，谁也找不到合适的。大家说，这究竟咋办呢？女生啊，你矜持就能打动男生吗？女生你慢热就能让他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你吗？我告诉你们啊，真相是啊，不是。女人的想法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不主动找你，哎，那是因为我比较矜持嘛。啊，如果你不主动找我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不喜欢我，或者就是在陪别的姑娘聊天。我不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你想我的时候，你自然会给我打呀。但是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啊，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既然你不想我，那我更没有必要打给你啊。最近就有个姑娘啊，2度被男生甩了，她始终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之前在我这里认识了一个男生啊，是个 IT 技术男啊，很真诚老实的一个人啊，人家呢也很喜欢他。刚接触的时候呢，哎，他们都双方觉得挺好的，于是2个人啊就蛮顺利的在交往嘛。可是啊，不到1个月啊，男生就过来跟我说，这个女孩不太行啊。我问他为啥呢？他说啊，姑娘经常回信息都超级的慢啊，可以超过1个晚上啊才回复，聊天的时候还是很顺畅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自己啊特别像个备胎啊，是被人家养鱼了吧？因为啊，他觉得女生可能还有别的男生在交往着，白天呢稍微好一点啊，那也是得几个小时才回复的，那一到晚上啊，就说自己要早睡啊，不熬夜的，一般10点就要睡觉，所以等这个男生有时间联系他的时候呢，他都没法回复了。到第2天呢，说自己已经睡了。每个周末总有一天他是不约会的啊，总是有别的事情，比如说要跟闺蜜吃饭啦，啊，约了朋友应酬啦，啊，爸妈要来看他啦，等等这些事儿。总之就是有1000个理由，就有一种啊，总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的感觉，还经常临时取消定好的约会，或者啊要改时间呀、改地点啊等等。有时候啊，好不容易啊约会了，男生想牵下她的手，想抱抱她，她都会拒绝的，说自己很慢热啊，还没有到那个感觉的点上。就这么着啊，一来二去了呀，这个男生被弄得挺烦的啊。大家都谈过恋爱的人，谁还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呀？虽然呢啊，咱们是相亲认识的，也不要求你啊装得像个喜欢上我的人，但是最起码咱们相互的尊重是要有的吧？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一步一步培养出来才有啊？我一个人努力有什么用呢？我也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回应，也没看到你有什么诚意，更看不到你有什么付出。想让我像一个狗一样追着你跑啊，那不可能啊，我是做不到的，没那个必要。所以这个男生就放弃他了。之后呢，他又相了一个男生啊，也是接触了1个多月，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结果这个男生啊，又跟我反馈了一个同样的感受啊，也不想跟他继续了。后来我就问他了啊，我说你怎么回信息这么慢呢？啊，还那么早睡，这件事是真的吗？啊，每周有1天你总是不约会的啊，说你有事在忙。啊，还有那些临时取消的约会啊，啊，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让你取消掉事先就约好的事情呢？结果呢，他的回答让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说，我觉得女生啊，矜持一点很重要啊，不能让男人觉得自己很在乎他，这样啊，他才会对你有更大的兴趣。更不能让他轻易就得到我，所以我不会在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让他亲我抱我的。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早睡的人，我就是不太爱聊天啊，每天晚上想自己玩会儿手机啊，留点时间给自己。我不想每个周末啊就跟一个男人腻在一起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
我不想对一个男人太上头了，这样我就能掌握主动权呀，进可攻退可守了，不是吗？他们放弃我那是他们的损失。我真的很想问一问啊，评论区的男生们啊，女人搞矜持搞慢热这一套，到底谁的损失更大呢？今天有个粉丝问我啊，他说女人找对象到底是找一个有钱的好呢，还是找一个人品好的人好呢？大多数的女人的回答应该都是啊，当然呢，最好是找个既有钱人品又好的啦。虽然人品不分有钱没钱，但是啊，现实社会有钱的人他的诱惑就是会很多啊。最近啊发生在我这的一件事啊，妥妥的推翻了女生说的那句话，给你花钱的男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不给你花钱的男人啊一定是不爱你的。这个姑娘呢是95年的啊，长得挺漂亮的。她来我这儿啊相了2个男生，都挺优秀的。其中一个呢是富二代啊，家庭资产在中产网上，家境非常的优越，小伙子呢长得还挺帅的。另外一个男生呢是一位海归硕士啊，在一家大型公司里边呢做高级管理，年收入呢也挺高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那这个姑娘呢啊，她说呢感觉2个呢都谈得来啊，那印象呢也都挺好的，要不然呢就先都了解一下再说。于是呢，这个姑娘就跟2位男生分别都见了2次面啊。这个富二代的男生呢，表现的就非常大方啊，订的餐厅都是人均消费1000以上的，送他的礼物当然也不便宜了。聊的话题呢，也都是那些很高大上的东西啊，还跟他呢描绘了很多未来的生活蓝图。总之啊，就发挥了很多有钱人的优势。而另外的这位男生呢，他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嘛，那花钱呢就比较有规划。他请姑娘吃饭呢，选了一个比较普通的餐厅啊，2个人呢就吃了200-300这个样子，也没有说啊吃完了就去逛逛街什么买个礼物啥的。这个男生想的是啊，刚认识的女生啊就别搞那么舔了啊，大家呢公平的交流，本着结婚为目的去，所以呢谨慎对待为好，毕竟大家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嘛。如果真的是确定关系了的话啊，那自己也是愿意付出的。于是呢，他的这一番操作啊，直接就让这个女孩选择了富二代。于是这个姑娘就跟这位富二代开始交往了啊，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男孩对她呢还是可以的啊，感觉呢还蛮认真的。但是啊，只要这个女孩跟他一说到见家长啊，或者是未来结婚什么的话题的时候，这个男生就会支支吾吾的不想接话啊，要么呢就找个理由搪塞她。除了这个啊，相处期间呢，男孩在钱方面还是仍然很大方的，经常给她送礼物啊，各种香水、包包、口红、化妆品啊，他还挺会买的啊，都是姑娘很喜欢的一些牌子。可是啊，不幸的事情啊很快就来了。就在他过生日的那天，男生买了花和蛋糕，2个人呢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的时候啊，女生突然想起来，她给男生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放在之前穿的外套兜里了。但是外套呢却落在了男生的车里，于是呢她就跟男生要了车钥匙，到后备箱里啊找到了这个外套。可是这个时候她却惊讶地发现了后备箱里有一个小箱子，里边有不同品牌的香水、口红、化妆品，每一种啊都买了4份，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么久以来呢，他并没有重复的收到过相同的东西。就在这一刻呀，他突然什么都明白了。原来他之前呀给他买的各种大牌的香水、口红、包包都是一次性买4-5份的啊，你们懂的。所以呢，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啊，能仅仅靠这一个表现来衡量吗？有钱的男人根本就不在乎给你买这点东西，他可以同时给好多个女孩买，你能把他怎么样呢？他虽然后来跟这位富二代也快速的结束了关系啊，又回到了相亲市场，但是这一回他再也不会用花不花钱来衡量一个男生的诚意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想起了那位比较抠的男生，也试着跟对方交流了。但是啊，这个男生已经有交往对象了，并且这个男生对他说，我不是一个会给刚认识的姑娘就使劲花钱的男人，但是啊，我却是一个愿意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妻子孩子奉献一切的人。我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来相亲的姑娘，我不会去制造那些假象来迷惑你。我就是想告诉你啊，我就是一个回国的人，在你啊还不是我女朋友的情况下，花钱来追求还没那个必要吧。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双向奔赴的感情而已。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是不是你们的心声呢？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啊结婚率这么低了吗？今天呢，我接待了一个28岁的女生啊，她又让我听到了那一套理论。她说啊，女生结婚要彩礼有错吗？啊，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难道就是为了白白的嫁到他们家去啊，给他们洗衣服做饭，还得给他们生孩子？
我做完了家务，我还得照顾他的全家，而我做这些有很多的男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嘛，在他们的眼里这些并没有什么价值，而我自己还得放弃工作来照顾这个家，我失去了社会价值的同时，我也失去了青春和尊严啊，我花点钱还得手心朝上呢，最后保不准人家再劈个腿给我整个人财两空啊，大好的岁月和青春就留给了家务活了陪着这个男人成长，如果有一天他飞黄腾达了，可能最后留给我2个字离婚。如果我出去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家庭，对吗？生活工作双重的压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难了。总之我觉得女人太不容易了，现在还有谁愿意做家庭主妇呢？所以女人都要出来工作的，自己挣钱自己花呗想怎么花怎么花所以我觉得女生结婚要点彩礼没什么毛病。他说的这番话乍一听也没有毛病，但是你要仔细去想呀，就有很大的问题了首先嘛，男女有别，社会有分工，对吗？身为女人或者男人就应该各司其职，站好自己这班岗你该生孩子你就生孩子，他该赚钱养家就赚钱养家，彼此理解相互包容，这才像一个家呀。其次呢，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有毛病你是父母辛苦养大的，那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自己个儿长大的不成吗？还说家务活都是给他们家干的，那你看看你说的这话，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你不住在这儿吗？孩子也是给男人生的这句话更可笑，好像这个孩子生出来只认爸不认妈，你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保姆了，你都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孩子的机器了，那你怎么不会失去尊严呢？首先你的这种想法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了这个真的是你自己个儿从根上的问题。还有关于彩礼这件事那就更搞笑了。你要知道从你要彩礼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要你在伸手你是在用你自己跟钱做交易所以不是别人把你物化了吗？是你自己把自己物化了呀，对吗？而且现在有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这个彩礼那是要跟嫁妆对等的，甚至嫁妆那是古时候嫁女儿的时候娘家人的实力的体现，而现在的人就只说彩礼从不谈嫁妆，这个不就是买卖了吗？父母自己都这么认为，我这女儿养这么大了得换点钱回来呀，不然养这么大不换个好价钱不是不划算吗？我也搞不明白现在这些被演变出来的风俗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马斯克他非要造机器人了吗？咱到评论区聊聊。有很多女生她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优质的男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他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跪舔你的但是呢，有的人他还偏偏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这里有一个96年的女孩嘛，长得确实挺漂亮的，身材气质都很好算得上是美女了，学历呢也还不错就有一点短板，家境属于很一般的人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嘛，所以呢这个姑娘就一门心思她要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实现阶层的跨越嘛，而且呢对方还必须得学历很高，性格很好有眼缘，智商情商双商在线，还得能够接受他的家庭对他呢无微不至的好，忠诚专一还得靠谱，并且愿意宠着他惯着他在金钱方面愿意为他大方付出的男士。就这么着在我们这儿挑了个够终于出现了2位基本上全方位符合他要求的男士。这2位男士呢也都愿意跟他接触接触，可是这个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她每一次约会都要打扮很长的时间，男生必须去接她，约会完了呢也必须送她回家，这个都还好嘛关键的是她每一次都让男生在楼下等她1个小时以上，要么呢就是她一定会让男生在约会的地点等她很长的时间，她才会出现她一定是要迟到的。要是出去吃个饭，如果饭店的档次不符合她理想中的规格那是直接就跟男生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打扮，穿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并不是来陪你吃这个路边几百块的。在他看来起码也得一顿饭消费上千才能体现出男生的诚意来。其中的一位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想理这个男生了。男生联系他呢，他就好多天都不搭理人家。他想的是一开始就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得立好规矩没这么怠慢人的，
他认为冷处理几天啊，这个男生肯定会主动来哄他的。可是这位男生从此啊却再无音讯了。另外一位男生呢，跟他约会有一次啊，就是因为啊路上很堵车啊，迟到了一会儿，他非常的不高兴，说一个男人啊怎么能让一个大美女等了他40多分钟啊，就这个太不靠谱了。所以呢，你看啊，他自己迟到呢就是可以理解的啊，男生迟到啊就是人家不靠谱。结果呢，他为了让男生再尝一尝等人的滋味啊，在一次约会中啊，他足足迟到了2个小时啊。可笑的是啊，等他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男生已经离开了啊，给他发来一条消息说要回公司开会。这一次呢又不欢而散了，并且这个男生呢也没有再联系过他了。但是这个姑娘却并没有从这2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啊，她给到自己的解释就是只不过是不合适的人罢了。其实啊，她不明白，质量比你好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优秀的男生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的。人家是缺心眼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跟你一样的美女。动动脑子想想啊，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全是那些你看不起的、条件不太行的？所以啊，记住了，别以为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跪舔你，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可能就懒得伺候了。所以不要期待优质男人还优质啊，还主动啊，基本上啊，你是在发春秋大梦。你们说对吗？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现在都40多岁了还定不下来呢？你是不想结婚吗？还是有恐婚症啊？他说了一番话啊，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呢，从体制内啊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意越来越好。目前公司呢年利润丰厚，尽管呢现在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啊，平稳的过渡了口罩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的吧？可是听了他的一席话之后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啊，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是不太友好的。他说呢，10几年来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啊，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2、3个。他总结说啊，这些年啊接触过的女孩子啊，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很少的。当然啊，我们不排除啊他有一些挑剔的因素，但是他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呀。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啊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首先一个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的也毫不例外，每个人啊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他们并不懂得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时候啊，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都不会是舔狗啊，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到最后真正娶回家的都是些长相端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啊，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其次呀，现在的女人呢物欲太强了啊，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他花钱啊，花得多就是真爱他，花得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还是以钱为标准。嘘寒问暖的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了啊，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给他们画大饼的。谈感情的呢，就说你想白嫖，男人比较节省呢，就说抠门小气没诚意。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的呀？个个都跟你谈钱啊，就让你喜欢不起来呀。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呢？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都不想生孩子，只想自己享乐，也不会照顾老人，不会照顾老公啊。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啊，结了婚就是一辈子呀。所以男人啊，他敢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婚姻去付出他的一切。而现在的人呢，结了婚2年就离了，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
他赌不起啊，他也怕赌输了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甚至不婚不育，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啊。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吗？咱们评论区来说说。有些大龄剩女她真的是不信邪的，你跟她说再多都没有用。38岁的未婚女人都这个岁数了，还自信爆棚。你说你如果已经做到了事业有成还有点骄傲的资本，但是你可能也就有个几十万收入，学历高一点就把自己排在了优质女人的行列里。什么是优质女人呢？搞清楚了没有要说事业方面，你能跟董明珠那样的女人去比较吗？要说家庭方面，你会经营感情吗？你要是会经营的话，不早就结婚了吗？你这个岁数生孩子都有困难了，找对象的时候满嘴都是那些话，什么我不能将就着找个条件比我差的男人结婚来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什么我虽然但是却看起来很年轻，什么如果这个男人没有什么亮点吸引我我嫁给他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他这种低质量的基因传宗接代吗？有的时候我一听到他们说这种话，真的就有点哭笑不得了38了还想找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优质男人。最气人的是他们就算见了 N 个优质男人，受尽了别人的拒绝，也跟战斗英雄一样绝不低头，绝不妥协，坚决不肯投降，一定要战斗到底的样子。可是当你告诉他这么坚持到最后可能真的结不了婚了嫁不出去的，他一定会回你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谁规定的人就一定要结婚呢？找不到就自己过也挺好的他会怼着你没话说。我真的想问一句，那你来征婚干什么就你这个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那就自己过呗就他说的那些话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条件差的男人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了？说实话，什么是生活质量只有物质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陪伴吗？没有照顾吗？没有精神共鸣吗？没有相互扶持吗？这些东西不是一样也很重要吗？虽说有句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你怎么不想想另外一句话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了婚姻某一方面你还得看到它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还有那句话就别老挂在嘴上了，我都替你们害臊什么看起来很年轻人家男人要的不是看起来很年轻，人家要的是真的很年轻。又说什么男人没有亮点吸引不了我真的都想笑出声来你身为优质男人，人家有多想吸引你人家只想吸引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根本就没你什么事儿。别说我说话绝对事实就是这么绝对的。你曾经拿你的青春去赌明天，而明天现在就在眼前，青春却没了。想结婚的大龄未婚女人一定要早一点清醒不想结婚的可以继续做你的梦我就不打扰了。但是真的想要结婚的就想想清楚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吗？给个红心再走最近有位粉丝问我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
啊。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啊，单位里的姑娘啊，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啊。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就这么大了啊，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啊！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啊，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啊，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啊，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啊，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啊，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呀，就会说我抠门没给他夹菜呀，就说我不够体贴。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3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有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太挑剔了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就算后来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我可能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这几个我感觉都没啥眼缘。你想想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我这么一听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那你这点实力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基本没戏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出来混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论吨卖了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经常呢有小妹问我，为什么生活中她能被优质男人追求还能跟他们谈恋爱，
但是呢，结婚就很难。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她了？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啊，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可是到了相亲市场，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追求自己都很难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啊，告诉你真相哈。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和找个对象结婚过一辈子这两件事情上啊，他的态度和认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两件事情都需要谈恋爱，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女人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或者呢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当他们被一两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啊，或者呢跟一两个优质男人谈过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哈，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啊，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就越现实了，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不选择，所有的分开，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你永远不要认为哈，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是因为你太作了，都不是啊。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不是啊。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啊。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性格不合啊，距离太远，长得不够好看等等。我告诉你，终极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利益还不够跟他交换，你的价值不到位，知道吗？情感生活是分3个层次的，性、爱情和婚姻。而性呢是肉体生活，追求快乐的原则；爱情呢它是精神生活啊，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呢是社会原则，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能够分清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也就能知道优质男人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真实原因了啊！大家说对不对啊？别忘了留个小心心到评论区聊2句再走啊。如今啊，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啊，这个00后的女孩和90后的女孩真的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呢，有个33岁的北京男生啊，人工智能工程师啊，非常优秀，年薪100万，在北京有房有车啊，也有北京户口。就这种条件，在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里面，其实也算香饽饽了啊。关键的是，这个男生原本他想找个90上下的，觉得有利于结婚嘛，不想找个年龄太小的，怕人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我们一连给他介绍了3个90左右的女生相亲。见完了这几个女生之后啊，这几个女生分别反馈了她们自己的想法。其中第一个说呢，33岁做到这个年薪也不算什么，他说自己做金融的，天天跟大佬打交道，这种收入跟他是差不多的，他觉得男生没什么亮点可以吸引他，所以他没看上这位男生。另外一个女生呢，上来就说了啊，这个男生是我已经降低了条件之后我答应见面的但是呢，感觉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条件的男生，听说他还有房贷我还是不太想结了婚还要跟他一起还房贷，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好多。我觉得呀，自己还是想找个在创业的男生，或者年纪大一些，事业已经有成的男人。北京最好有全款的房子有别墅的更好，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我反正见完这位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还是真的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的。等都等到现在了，为什么我还要将就呢？这位呢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生。那么还有最后一个他呢也是一堆理由，什么长相不太喜欢什么不是独生子，有个妹妹，自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也没看上他。于是我们也很纳闷现在的女生都如此眼高于顶了吗？一个细节不行都能覆盖掉对方所有的优点。后来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生的资料呢推给了2位00后的小女孩。这2个女孩就很奇怪人家一致就认为这个条件是很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因为00年的女生她们想得特别明白，首先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坚决不走他们的路线。早早的人家就要处理好成家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就非得要找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只要找个男生有上进心的就行是个潜力股就好，人品好，正直阳光就行了。至于钱方面呢能好一点当然更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别说一起还房贷，就是一起共同买房子，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完全能接受。看来这个竞争的局面真的已经完全打开了，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硝烟的味道呢？跟大龄剩女谈恋爱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最近有个85年的男生跟我分享了他的剩女之恋。就他33岁那年
跟他的一个女同学谈上了。大家呢都老大不小了嘛，啊，原本呢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可是好家伙啊，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也算是经历过了啊，之后再也不愿意碰他们，那是真谈不下去啊。首先他特别的强势，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那个话里话外都是那个意思啊。如果你跟我分手了，哎，那分分钟能换一个比我条件好的啊，有的是人追他，动不动就说啊，头几年要是想嫁早嫁了啊，那些人的条件都好得不得了，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的啊，追求他都没有同意之类的话，经常说什么他以前的前任啊有多么多么优秀啊，如果没有我，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其实呢，他说这些话呀，我根本就觉得啊，太假了，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其次吧，他这个消费观呢，我也不敢苟同，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就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啊。因为有点积蓄，动不动就一句，哎，我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想干嘛就干嘛，要你管呀。实际呢，出去约会啊，他没有掏过一次钱，其实他也就是比那些小姑娘相对的宽裕了一点而已，不至于能上天吧。啊，说不好听点，人家小姑娘混到你这个岁数啊，经济也不会比你差吧。天天各种虚荣爆棚啊，求婚要去希腊啊，拍婚纱照要去南非，度蜜月要去北欧。我给他解释，我真没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真的很忙。他听不进去啊，还各种又作又闹。然后啊，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啊，还让你无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违背他的意愿啊，就是不爱他或者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儿证明过你爱我？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还有吧，他和他那群少女闺蜜啊，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就说他们不想将就，说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哎，就是不优秀的。而且呢，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就觉得自己优秀啊，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就是优秀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活在偶像剧里，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就标榜啊他经济有多独立，生活负担啊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我承担也行，但你能不能做点家务啊？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啊？他说不想当保姆，做不到，哎，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哎，他就说男女平等啊，一说到出钱的时候，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最后吧，他还特别情绪化，只要发生了矛盾，虽然年纪不小了啊，还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啊，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一样啊，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啊，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他答应我的事儿可以十有八九做不到，我答应他的事儿那是一件也不能变卦。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他认为我孝顺父母就是妈宝啊，还让我跟父母过一辈子得了。这一次我从内心彻底放弃他了，因为我不相信他未来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现在我孩子都3岁了啊，我过得很幸福，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你们说啊，大龄剩女是不是都这样啊？有没有例外？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优质女孩变成了剩女呢？我们且不说剩女到底优不优质，就说说啥是优质女人。前阵子我这来了个90年的女孩啊，家境很好，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她自己呢也是名校毕业的，在工作上表现也确实非常优异。她来我这儿相了个87年的男生，条件跟她也很相当，家境也差不多，在研究所工作，博士学历，大高个儿啊，说起来呢也是个很优秀的男士。就他俩见了面之后都挺满意的，开始接触了哈。哎，我这儿还暗自欢喜呢啊，又成了一对嘛。可是我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多久啊，就被一盆冷水给2个月都不到啊，2个人就分别跑过来告诉我了哈，不合适啊，不处了。我就问女生什么原因，女生说了以下几点哈。她说第一呢，这个男士对自己是不上心的，喜欢口嗨画大饼，好多事情说了都不去落实啊，就想哄哄骗骗的蒙混过关。第二点呢，她觉得男士现在这个工作情况还是收入太低了，他的期望值还是得年薪过100万才行啊，不想婚后还要一起还房贷还车贷这些事儿啊，还得一起努力过紧巴巴的日子，太累了。第三点啊，他说男孩的生活习惯特别的不好，一点家务都不会做，天天啊点外卖，屋子一周也不收拾啊，乱糟糟的，看得人心烦。他说他不想一结婚自己就变成了伺候人的老妈子。
然后呢，我这边就好奇，我就问了一下男生哈，那这个男士说女生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啊。第一，他说这个女生啊完全没有同理心，完全不理解自己工作有多忙，因为那段时间啊正在接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的花时间和精力做方案改方案，所以呢，他也承诺了女生一些事情，但确实分不开身去做去落实。第二点呢，这个女生还挺理想化的啊，很明确的跟他说了，希望他换个工作去做收入高一点的，并且表示如果婚后啊绝对不会跟他一起还房贷还车贷的，房子车子这些事情，他如果还要跟他一起出钱的话，会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很没有面子。第三点，他说这个女孩特别懒，到他家里去的那一天，他故意把家里搞乱了点，看看这个姑娘呀会不会帮他收拾收拾。结果人家连5分钟都没做到，就说你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状态吗？啊，你也不做饭啊，屋子这么乱，知道我今天要来你也不收拾一下，是不是想等着我给你收拾呀？我可不是太擅长这个事儿哈，我现在的屋子还我妈收拾呢。就这么着啊，他俩那次见面之后啊，就互相再不联系了，都觉得对方啊很令人下头。就这个女生的问题来讲的话，一个优秀的妻子和一个优秀的员工，那能是一回事吗？你说说你不剩下谁剩下呢？你想想，那别人娶媳妇儿能照着差的去娶吗？那怎么可能把差的都娶完了，剩下的都是优质的呢？凡是领证结婚过上日子之后啊，使得对方的生活质量下降了，精神世界的负担增加了，那物质保障的等级也落差大了，还谈何优质啊？咱们就抛开性别不说，你就找个人合租啊，你让你合租的人过得比以前差了，请问你怎么才能算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呢？那房东也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优质的租客吧？你咋好意思把优质这2个字儿往自己身上去贴呢？这是在侮辱谁的智商啊？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优秀的妻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